馬來西亞的國民小吃不是給觀光客排隊的，而是你不吃會被本地人當外地人的態度。而且本地人可能吃了20年，還沒認真想過他們是馬來西亞國民小吃。今天這一集不是討論好不好吃，是你敢說你是馬來西亞人就一定吃過的10大國民小吃。記得訂閱點讚，我們直接開始。第10名，羅惹。羅惹是那種你第一口絕對不會愛上，但第3口開始你會開始幫他講話的食物。水果配油條，豆腐配炸餅，看起來像是冰箱裡剩什麼就丟什麼。外地人通常會問一句，這樣真的可以吃？可以，而且很多馬來西亞人是從小被這樣餵大的。沙葛、鳳梨、芒果、黃瓜、蓮霧等切塊，還要加上油條和豆腐乾，最後淋上一勺黑黑的醬，甜的很直接，鹹的不客氣。花生碎咬下去還會提醒你，我在，不要懷疑。他不追求平衡，他追求的是全部一起上。你真正吃羅惹的時候，嘴巴會先被甜抓住，下一秒是鹹，再來是油條的脆，水果的水分突然爆出來，不是慢慢來，是一次性全部發生。合不合理不重要，吃得順，吃得爽最重要。這裡和你們說個秘密，油條和豆腐乾烤一下後的味道，直接上來3個檔次。所以羅惹能活這麼久，不是因為它多高級，而是因為它很老實，不討好你，也不跟你解釋。第9名，咖喱角。下課、放工、趕時間，攤位前那一籃金黃色的三角形，基本就是在跟你說，來了，先墊一下。馬鈴薯、咖喱雞、千層酥皮，配方簡單到不能再簡單，但也正因為這樣，它才能在全國複製成功。老實講，咖喱角不是每一顆都好吃，有的油太多，有的餡太乾，但它從來不跟你保證品質，它保證的是不會太差。外皮一咬下去，先是酥，然後整塊餡開始往前頂，你會下意識停一下，不是怕燙，是那一口的重量提醒你，這不是零食，是咖喱角的前半段而已。這就是它可怕的地方。咖喱角能排進國民小吃，不是因為它讓人驚豔，而是它陪你走過最沒錢、最趕時間、最不想思考的那些日子，它都陪你度過。第8名，印度煎餅。不管你是在趕時間、心情差、剛加完班，還是凌晨2點不知道要吃什麼，只要媽媽檔還亮着燈，印度煎餅就在那裡等你。麵團在空中甩開，拍扁下鐵板，油香一出來，你大概就知道，至少這一餐不會出事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廚師的手上完廁所後，大家心裡可能都想過，但沒人敢說，外皮是印度版的千層酥，裡面還保留一點韌性，配上雞魚羊混合咖喱古早味的，甚至配上花生和糖。還有加料版本，有雞蛋、大蔥、沙丁魚、香蕉、起司等，超多選擇。它沒有標準答案，你怎麼吃它都接受。你用手撕開的時候，外皮會發出一點點聲音，不是脆裂，是被拉開的那種聲響。咖喱一沾，麵餅邊緣開始吸湯，中間還留着一點韌度，咬下去，嘴巴會自動多搖2下。說白了，印度煎餅不是為了讓你感動的，它是為了讓你撐過去的，撐過早上趕上班，撐過考試前的夜晚，撐過那些你不想認真吃飯的時候，但又不能不吃的時刻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馬來西亞人對印度煎餅沒有激情，但一輩子都離不開它。它不搶戲，但它永遠在場。第7名，椰漿飯。很多外國人以為椰漿飯只是早餐，這句話一講出來，
馬來西亞人通常會在心裡默默搖頭。椰漿飯也叫辣死你媽，它不是時間限定食品，它是任何時候都說得出口的選擇。早上一包香蕉葉椰漿飯，中午辦公室微波爐加熱，晚上加雞腿加炸物加價升級。同一套東西在不同時間出現，身份完全不一样。真正的關鍵不是用椰漿煮的飯，而是那一口三八。太溫柔不行，太辣也不對，太甜不正宗，要辣的剛好讓你清醒，但又不會罵老闆想多賺你幾杯水錢的那種。江魚仔要脆，花生要香，雞蛋只是配角，但少了它你會覺得怪怪的。其實椰漿飯不是每一家都好吃，但就算不好吃，你也会把它吃完，因為它有一種很強的特質。它不像美食，它比較像日常用品。你不會天天稱讚牙刷，但你一定每天用。這就是為什麼椰漿飯只能排第7，卻幾乎不可能被踢出國民名單。它太基礎了，基礎到沒人會懷疑它的存在。第6名，檳城福建麵。如果你只在吉隆坡吃過福建麵，那你對福建麵這3個字其實只認識一半。檳城福建麵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線，不黑不油，但夠狠。把蝦殼炒出蝦油，然後打碎混合豬骨慢熬出來的湯頭，看起來很客氣，但一入口，蝦的鮮味直接站出來講話。黃麵配米粉，再加半粒水煮蛋、蝦肉、空心菜，有些地方還可以加燒肉、排骨、豬內臟、螃蟹、蝦菇、海鮮等。最後那一勺鮮上加鮮的秘制辣椒醬才是靈魂開關。一口吃下去，不用多說，2個字：西北後夾。湯一入口，舌頭會先感覺到蝦的甜，不是立刻，是慢慢爬上來。辣醬一拌，味道整個立起來，你會下意識再喝一口湯，確認剛剛那一下不是錯覺。這碗麵厲害的地方在於，它不是重口味轟炸，而是讓你喝完一口又忍不住再喝一口。在檳城，這是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都成立的存在，不靠是網紅，不靠擺盤，但幾乎每個本地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那一道。第5名，沙爹。沙爹這東西很奇怪，你很少一個人專程跑去吃，但只要現場有，它就一定會被點。尤其是在馬來有族的夜市、婚禮、開齋節、聚會，只要開始烤沙爹，空氣裡的味道馬上不一樣。肉切不厚，火候也不一定完美，有時候還會烤得稍微焦一點，但那都不是重點。重點是你一手拿一串，旁邊的人也一手一串，聊天自然就開始了。花生醬甜中帶鹹，微辣濃稠，不是為了精緻，是為了讓你繼續拿下一串。肉一拉，纖維會斷開，花生醬粘在表面，有點厚，但不會膩。你吃完一串，嘴巴會自然想找水，但手已經伸向下一串了。沙爹不是最有記憶點的食物，但它是最容易制造當下感的食物。你很少記得哪一家沙爹最好吃，但你一定記得那一次是跟誰一起吃的。沒有它，馬來西亞的夜晚會安靜很多。第4名，街邊漢堡。如果你問一個馬來西亞人，你學生時代最常吃的宵夜是什麼？答案有很高概率不是炸雞，不是拉麵，而是街邊漢堡。而這個體系的核心品牌只有一個 Ramly Burger。 真正的靈魂不是麵包，是那顆肉餅加蛋，再加蛋皮包起來，最後抹上辣醬、黑胡椒醬、蛋黃醬，整套流程快、炒、油、香。第一口一定很亂，醬先出來，但在後面，肉餅被壓扁，麵包已經不重要了。你吃的時候不會想好不好吃，
你只會想這一口有沒有撐住。Ramly Burger 從1970年代開始，本來只是清真食品市場的一部分，結果一路做到全國夜市、路邊攤、加油站旁邊全部看得到。重點不是它有多精緻，而是它滿足了一個很現實的需求：便宜、夠飽、夠重口，隨時買得到。這不是美食節目會主推的東西，但你凌晨1點肚子餓的時候，它就是救命恩人。第3名，肉骨茶。肉骨茶是馬來西亞還沒開吃就先開炒的食物。你不信，你可以回去看我前幾期是視頻，读評論，你就知道有多混亂了。總之4個字，各有所好：青派、黑派、藥材派、胡椒派。你只要隨口問一句，你吃哪一種？現場氣氛馬上緊繃。但不管你站哪一派，有一件事大家都心知肚明，這鍋湯不是拿來裝優雅的，它是給你配白飯、配油條，一口一口粗魯地灌下去的，鹹、濃、熱，喝到後面你會開始流汗，但手不會停。真正的肉骨茶不是靠一堆高級藥材撐場面，而是湯一入口你就知道這一鍋熬過時間。老實講，肉骨茶很現實，不養生，不美容，甚至有人吃完会開始後悔，今天又胖了3公斤，但下次路過還是會走進去。它之所以只能排到第3，不是因為大家意見統一，而是因為每個馬來西亞人都對它有立場，能讓全國人民持續幾十年炒同一鍋湯，這已經不是小吃了，這是國民級存在。第2名，檳城樂沙。檳城樂沙是那種第一口就決定你們能不能當朋友的食物。外地人第一次吃，常見反應只有2種，一種是沉默，另一種是很禮貌地說一句：“這個味道很特別。”黃瓜絲、洋蔥、菠蘿、薄荷葉、火炬薑花，再來一大勺蝦膏，全部一次性丟到你嘴裡，沒有暖身，沒有緩衝，他直接告訴你：爽嗎？湯頭用魚熬，不是為了鮮，是為了狠。酸不是點綴，是主軸；辣也不是裝飾，是用來確認你是否還醒着。老實講，檳城樂沙不是好相處的國民小吃，它不溫柔，不圓滑，甚至有點固執。只要你一旦愛上，其他樂沙很難再讓你認真對待。第1名，雞飯。雞飯能排第1，不是因為它最強，而是因為你人生最猶豫的時刻，10次有8次發生在他面前。坐在咖啡店時，老闆一句要吃什麼，你腦袋馬上開始內戰，到底是要吃雞飯還是雲吞麵，進退兩難。要吃雞飯還是雲吞麵，進退兩難。你不餓的時候可以吃，很餓的時候也可以吃，沒胃口吃它，帶朋友、帶家人、帶長輩，點雞飯，現場永遠安全。雞要嫩，飯要有油香，醬油、薑蓉、辣椒隨便你配，有時加雞蛋，還要切一半。吃一口下去，哇蘭愛，直接叫多2盤。雞飯根本沒有話題性，也沒有爭議點，你幾乎不會聽到這世界上最強的雞飯是哪一家這種吵到翻桌的討論，但你一定會聽到一句話：要吃什麼？我不懂咧，吃雞飯先。所以雞飯排第1，不是贏在味道，而是贏在它陪過每一個階段的你。這一名我想沒人反對吧。好了，看完這份排名，你會發現真正的國民小吃沒有一個是為了偉大而存在的，它們不精緻，不完美，有些甚至看起來有點隨便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，在你人生最普通、最狼狽、最趕時間的時候，它們都出現過。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，
哪一道是你最常在进退两難的時候選它？記得訂閱加點讚，我們下期見。